人類關於宇宙的認識80%都來自於 NASA。NASA 已經50年沒有登過月了，但在這50年裡，他把一艘又一艘的探測器送到了太陽系每個行星的角落。哈勃和詹姆斯·韋伯兩大太空望遠鏡更是相繼升空，把人類的視線拉向數百億光年遠的宇宙深處。旅行者1號和2號更是已經雙雙穿過日球層頂，進入了真正的星際空間。這50年並不是沒有登月，而是我們開始從月球走向了整個太陽系。1977年9月5日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探測器旅行者1號發射升空。它靠着百年難一遇的行星連珠，相繼飛掠木星和土星，最後借助引力彈弓效應，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將自己彈向外太陽系。1990年，它在距離地球64億公里處回望母星，拍下了那張著名的暗淡藍點。2012年，它穿越日球层頂，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艘進入星際空間的探測器。目前，它已經飛了255億公里，大約23光時，並且預計在今年11月達到1光日的里程碑。同年8月20日，旅行者2號發射，它先後飛掠了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。直到今天，它仍然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艘飛掠過天王星和海王星的探測器，也是唯一一個一次性走完了4顆外行星的探測器。2018年，它也穿越了日球层頂，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2艘進入星際空间的探測器。1989年，伽利略號與麥哲倫號相繼升空。麥哲倫號的任務目標是金星，它使用雷達測繪，第一次高精度地繪製了金星表面地圖。而伽利略號的目標則是木星系統，它在1995年抵達木星，成為首個環繞木星運行的探測器。1990年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望遠鏡哈勃太空望遠鏡發射升空，它把人類的視線從太陽系行星拉向了整個宇宙。你現在看到的所有關於太空的星雲、星系，幾乎都是哈勃拍下的。哈勃拍下的深空場，更是把人類的視角拉向了130億光年外的宇宙，讓人類第一次直觀地看到，在一小塊看似空無一物的黑暗天區裡，其實擠滿了無數的遙遠星系。它還幫助科學家精確測量宇宙膨脹速率，研究恆星演化、黑洞、超新星、星雲、系外行星大氣。1997年，卡西尼惠更斯號發射升空。2004年，它進入了土星軌道，詳細地研究了土星環、土星大氣，向人們揭開了土星這個複雜的世界。他還把 ESA 的惠更斯號的探測器送入了土衛六泰坦星的大氣層，這是人類第一次在太陽系的外層天體表面着陸。而更震撼的是，卡西尼號後來發現土衛二南極冰壳下存在全球性海洋，這意味着太陽系裡又多了一個潛在的可能有生命的世界。2003年 NASA 發射了勇氣號和機遇號火星車，他們於2004年先後登陸火星。這兩台探測器原本的設計壽命只有大約90個火星日，結果勇氣號工作到了2010年，機遇號更是一直工作到2018年。他们最重要的科學貢獻是提供了大量地質證據，火星過去曾長期存在液態水。2006年，新視野號成功發射，它讓人類終於把冥王星從一個模糊的小點變成了一個真實世界。2011年，朱諾號重新闖進木星，讓人類更深入地解剖了這顆太陽系最大的巨行星。同年，好奇號火星車也成功發射，讓火星探測進入一個新的階段。2018年 ，NASA 發射了帕克號太陽探測器，它的目標非常瘋狂，飛向太陽。它在2021年扛着數千度的高溫，首次穿越日冕，進入太陽外大氣。人類第一次讓一顆探測器圍繞在太陽表面。2021年，新的太空望遠鏡詹姆斯·韋伯望遠鏡發射升空，它的紅外波段探測器觀測到了極早期星系，研究了恆星形成區、系外行星大氣、黑洞、宇宙大尺度結構，一下子把人類的視野同時拉向了最遠的行星和最早的宇宙。所以問題從來不是為什麼沒在登月，而是人類把太空探索從月球擴展成了整個太陽系，再擴展到恆星際空間和宇宙更深處。